你嫌奔达品控差，但奔达可没嫌你穷。奔达L700售价是46800，做好，大概税和保险加起来4000左右，做好落地5万1，甚至比就是忍者400还便宜。先说说优点吧，这边呢数据就不做详细的评测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小饼的视频。然后我个人认为这个动力啊，在于市区骑行是非常够用的，看上去很大，但是实车其实更大，所以说会造成说很多人都问这个车是不是得几十万，但其实并不需要。在我看来，这个车的原厂声浪还是过关的，虽然说它一共4个孔，它只开了1个，后期就是车主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多开几个，当然声音会大一点，但我觉得1个就正好够用了，正好不炸街啊。再说一个优点呢，就是它坐高低它作为一个巡航车、太子车它坐高其实只有690，然后我可以给你们放一下那个我找的不同身高的人坐这个车的一个姿势图还是非常友好的。可以看到1.7米的朋友也可以，就是说全脚掌2只脚都着地，非常的有安全感。L700虽然看着很大，但是它其实是全铝的车架，所以说它车身非常的轻，只有500斤不到吧，我记得是235公斤，所以说操控是非常灵活的。4缸机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不会脱档，有的时候我就3档一直骑就可以当自动挡骑，它甚至10几码的时候它都不会咳，非常的好骑。再说一个优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后座还是非常宽的，挡泥板也是非常安心。好，优点说的差不多了，现在重拳出击，开始讲一下这个车的缺点。首先就是订车周期实在是太久了，我是21年7月1号京东下的订单然后是反正就是1个半月前才提的车，等了接近1年了，所以说这个车现在目前变成了理财产品，因为奔达交不出货来，目前的市场行情现车都要加1万左右。然后就是骑这个车出门需要带瓶水，因为容易口渴。这车多少钱？他这个5万块，这么想是5万块，上应该是5万，上6了在5万，什么牌子？奔达，这车一定要国产的。多少钱这个车子5万块。它是啥车奔达。芬达。奔达，那是芬达，那是奔达，这个是奔达。对。然后呢，就是因为胎嘛实在是宽，310的胎，所以说它非常容易甩泥和扎钉。雨天的话呢，前后挡泥板都会甩水，虽然后挡泥板它可以微调角度，但还是无法根本上解决甩泥的问题。所以说骑这个车过水坑一定要减速，而且雨天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吧。哦不，有一个能彻底解决甩泥的改装就是还有一个让我很想吐槽的点，就是这个仪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仪表白天真的是黑边能停航母，但是晚上其实还行，而且是它这个仪表是可以连接蓝牙导航的，可以就是显示方向，这个还是用得到的。很多车友问我说这个车这么大，油耗得不少吧？我目前骑了1000多公里保养以后的油耗就是反而变少。之前我刚提车的时候可能开到7个油，100公里7个油，现在的话大概6个油的样子。虽然宣传的时候公布了3种配色，但是因为赶工嘛，最后只产出了黑色，所以说现在所有的配色都需要车主自己去后期改装。目前看到比较喜欢的改色风格就是黑黄、黑白，改成了金龟子。异响方面呢，这个车它一个后视镜它如果说拧不紧它容易有异响。然后是一个因为车身轴距过长它链条它需要调的松一点，有的时候链条会有异响。
其他的声音你们就是听我骑行是没有很多的杂音的。目前这个车子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分散功率小，导致呢它有一些上下班通勤啊、长时间低档骑行的车友，它容易高温。高温的话呢，那右脚它呢就下热风，有的时候它冷却不及时啊，还会有其他事情。所以说现在厂家呀也紧急联系经销商啊，就是还有反正车主嘛，全体都是免费更换了新的大功率风扇。聊的细节和做工和进口车相比，差距其实还是不小的。国产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希望大家能够多些耐心，少些谩骂。我们自主设计也可以崛起的。好，最后祝观众老爷们天天开心，以后都能骑上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喜欢这期的视频的朋友可以给个1键3连，拜拜。